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，关于劝导出家的事。网友，今有一事请教。我有一远房侄子，今年45岁，已学佛多年，是一名公务员。他上有父母、岳父母，下有妻子和孩子。前段时间，他父亲找到我说，他儿子想出家，让我劝劝他，不能出家。他不管父母和妻小，又丢了工作，这样做就成了个不忠不孝之人，和佛教的宗旨相违背。我也觉得撇家舍业不对，但又讲不出服人的道理，只知道他出家的后果会造成妻离子散，又丢掉了工作，于家庭和社会都不利。我想他师父要是知道他这样做也会反对的。我们既是同宗，又不能不管，但我又不知怎样去管，都讲哪些道理。另，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，请您明示，聆听教诲。拜谢。师父开示，你的问题涉及面太广，列以下几个方面做个说明吧。一、生命形式的长短和多样性。生命是有多种形式的，就我们现在轮回的苦的方式，有天人，有30多层天，很少人看到；阿修罗，4种种类，少人看到；人，除地球以外，就近的还有3个地方有人；畜生，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，就是一般指的各种各样动物；鬼，种类非常多，大部分人看不到；地狱，大部分人看不到。我们人在没有解决不再轮回的这个事以前，一直被动的随自己的业力转换着这6种生命形式。各种生命的寿命也不一样，比如离我们最近的一层天，四天王天的寿命是500岁，而他们的一天是我们的50年。他化自在天，寿命16000岁，此天一昼夜是人间1600年，以及更久的天，寿命84000劫，想象不到的长寿。基本我们人的寿命，在他们眼里就像我们看朝生暮死的蜉蝣一样，好可怜。所以，人的一生其实很快，就算自己认为很漫长。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病人，不停地睡5分钟，并且做一个5分钟的痛苦的梦，醒过来几秒，然后急着继续入梦，要去处理梦里无尽的痛苦的事。这种一直执着轮回痛苦大梦，而不愿清醒的人，就是一个笑话。我们首先必须要醒过来，而且要长久的清醒才好啊。但是，大部分人一直不打算结束这个梦的连环。傻不傻？2. 做人的不自由。我们生下来就有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，每天要应对生活，要赚钱养家糊口，要与有缘的人交代各种因因果果，结果就吵吵闹闹，由此每天烦恼不断，生活中不停的失去，不停的追求，但很快不想失去的都将失去，包括家庭、妻子、儿女、钱财、工作等等。只有自己一个灵魂孤零零地继续踏上轮回路，那些以前的妻子儿女都属于了他人。也许有人说，大家都如此啊。其实不用说以上6道之外的，还有4种自在的圣人。就说那些6道中的天人也比人类更自由。所以人的这种生命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生存方式。
一旦去了恶鬼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这3种有各种苦不堪言、痛苦的地方，我们还不得不去受更大的苦。那可能有人问，我们就不可以选择快乐的生存方式吗？答案是可以的，前提是你需要修行。通过修行，除了可以得到不太受大苦的人天之果外，更主要的是可以得到跳出这个被动的6道轮回的圈子的机会。当我们醒过来，不再做这种痛苦的梦以后，就可以做一个快乐自由的生命了。3. 人为什么相聚？我们现在在人间的家庭关系，都是多生多世的业力促成。古语说，夫妻是缘，有好缘有坏缘，无缘不聚；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表面上看的是家庭，背后推动这个关系的是多生的因果，互相之间的因果一结束，就要分开。每个人与其他各种人有很多缘分，所以相互之间共处的时间也不尽相同。有的人相伴几十年，有的人只是一面之缘，不一而足。我们活着，在结束这种形形色色的缘分的同时，有可能造了其他未来更多的各种好坏不同的因果，所以导致我们一直还不清还不完，也所以一直在6种生命形式的梦中轮回，跳不出来，自由不了。因而在轮回中，如果能思考一下如何才能不再做这种痛苦轮回的梦，甚至做一些帮助自己不再受苦轮回的修行工作，那是一个聪明的做法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相同想法的。现在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徒，大家都是想通过修行帮助自己永久的结束这种不自由的苦。当然包括我在内的出家人也都是这些人。有一部分人已经达到了结束这种苦的不同水平，其中做得最好的是释迦牟尼佛。如何面对出家的问题？我对这个问题的做法是：不参与，不鼓励，不拒绝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缘分。我如果连自己都活得稀里糊涂的话，怎么还要参与他人的因果？越参与越乱。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，人家都已经45岁了，法律规定的成人了，甚至儿女也不小了。我们又不是他自己，也无法代替他去过他的生活，凭什么要代替他做决定，去处理他的生活？我们自己的身体病的时候，想不让这个身体病，能做主吗？自己痛苦的时候想不痛苦，可以做到吗？死的时候想不死，可以吗？那么连自己的事都做不了主，还要做他人的主？我从来不要求徒弟们一定出家，出家是他们自己的事，他们自己为自己的生命未来做决定，基本与他人无关，与我也无关，我不参与这个因果。你如果问，你赞叹出家吗？回答是，当然，要不然我为什么出家？你如果问，你出家这么久，得到了你刚才吹的天花乱坠的结果了吗？回答是，当然，要不然我早还俗了。没有人会做没有任何回报希望的事的。你如果问，那你现在活的不也是人吗？和我有什么不同？回答是，肉体看上去相同，心灵不同，对大家的帮助水平不同，对世界上的推动力不同。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后，
我存在的生命形式肯定是无痛苦的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5. 最后，人这几十年，其实到中年以后，着实要思考一下，我自己到底为什么活？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准确吗？我做的所有事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请你不要急于否定他人的生活方式，尤其那些修行人的生活方式和奉献精神。男人一般不会像女性一样感情用事，对事情往深的思考一下，肯定没有坏处。希望你是这样的爱思考的男人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。我欢迎任何人和我探讨。我说过一句话，如果你能说服我，我会跟你信你的宗教。这句话对你也有效。只要你说的道理比我的更是真理，我会向你请教。